乡那不好说，哪里都有我的传说。骄傲地说我考过哈佛， FE 的驾照我也有的，所有的乐器从没学过，上手就会没法解释哟。经常吃不上饭才对我，体重一直是200多。韩红这阵子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好巧不巧看到2个采访让他人设崩塌，速度又得按加速键了。当年捧着他的人现在转头就踩，公益光环碎了一地，连带着自称行业权威的人出来打假，新账旧账一起算，看来又要重新审视一下了。韩红这2个采访真有意思，2大噩耗挡不住，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看看曾经的公益一姐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。2个采访首先是韩红早年的一档访谈节目，现场女主持人用基础藏语夸韩红长得漂亮，本以为藏族出身的她能顺嘴接过来，结果她当场愣住，一脸呆滞，像是完全没听懂，还反问对方说的是不是日语。当年这段播出来，大家都当节目效果看，觉得她故意装傻逗乐子，现在再翻出来看，那表情认真的根本不像演的，眼神里的迷茫是真迷茫。要知道她常年打着藏族歌手的旗号跑去做公益，跑了无数趟，唱了那么多带藏族元素的歌，连一句最基础的夸奖都听不懂，这事搁谁身上都得打个问号。另一个采访就更有意思了，当时在露露遇有约，他录着录着突然招呼助手把手机拿上来，举着手机对着镜头展示，说就录节目这么一会儿功夫收到了14条信息，全是等着他处理的事。说完还当场拨通一个干事的电话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安排工作。那大忙人的派头摆得足足的，当年看只觉得这人是真忙，管着一摊子事不容易，现在再品就不是那个味儿了。正常忙的人哪有空在录节目的时候刻意掏手机数短信，还非得念出来给观众听。说白了，这不就是借着节目秀自己的身份地位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官多大事儿多忙。2个采访放一块看，一个装听不懂藏语装傻，一个掏手机显摆身份，他喜剧人的本质藏都藏不住。当年大家也是被公益滤镜糊了眼，没往深了想，现在想想笑归笑闹归闹，噩耗来了他又是逃不掉啊。接连砸下来的2大噩耗，7月8号他又上热搜了。这次是来自音乐圈的爆料，有记者专门采访了北京音乐界的权威人士，对方十分肯定地说，韩红唱了这么多年的天路，根本没给词曲作者付过版权费。网上传了很久的10万买演唱权的说法，完全是空穴来风。这下子这事儿可大可小，往小了说是行业惯例没掰扯清楚，往大了说就是拿着别人的作品给自己扬名立万，唱了几十年赚得盆满钵满，原作者1分钱没捞着。要知道这首歌基本就是他的代名词，春晚唱，商演唱，公益活动也唱，靠这首歌涨的名气赚的钱数都数不清，结果到头来版权费这事说不清道不明，搁谁身上都得塌房。原先的创作者们都是业内老前辈，这么多年没吭声，不代表这事儿就合理。现在被捅出来，他的音乐口碑先矮半截。除此之外，周星驰新片一预售受伤害的第一个还是他，同样是跟走面3个字沾边。星爷那边是闷声发大财，新片上映没怎么吆喝，8小时票房就破了1000万。圈内明星自发站台，观众心甘情愿买票。星爷实际做公益也做了几十年，在内地捐了多所希望小学，捐款在香港艺人里排最前面。这些事全是事后被扒出来的，本人从来没拿出来说过。反观红姐，就因为在首映礼上喊了一句走个面儿，把自己20年公益人设全搭进去了。同样是做慈善，一个掏自己的钱默默干，一个拿着公众的募捐喊大家给面子撑票房，高下立判。观众也不傻，谁是真心做公益，谁是借着公益攒人脉换资源，时间长了都看得明白。即便现在甩出了一纸道歉，悬着的心也终于死了，道歉也翻不过去的。这一夜，西藏文旅前段时间出了个政策，发动大家拍视频宣传形成大热点的，最高能拿50万奖金。后来有个博主打车上拉萨的视频爆了，点赞破1000万，圈了一大波粉。西藏这个大热点是真形成了，只是红姐没蹭上这个正面流量，反倒因为走面3个字成了反面典型。现在网上一提做公益，就有人拿走面玩梗，跟病毒似的到处传。以前提到他全是吹捧，
现在评论区画风全变了，拉踩玩梗什么声音都冒出来了。更现实的是，以前有灾情有公益活动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，明星捐款也愿意跟着他走。现在大家转头都去找黄晓明，他那边反倒没什么动静，连带着官媒的态度也微妙起来。央视、人民日报这些以前常提他的媒体，这次风波里没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，沉默本身就说明了问题。难怪当时朋友圈还传出来，他说要退出公益这一行，因为这时造成的影响已经收不回去了。悬着的心是真的死了，不是他死了心，是观众死了心。20年攒下的好人缘，就因为一句走面漏了底，说到底还是德不配位，站得越高摔得越狠。行，今天就唠到这儿。最后问你们一句，你们觉得这事到底是谁的问题？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，看看有多少人和我想的一样。请问这人嘴里有句实话吗？我到现在所有的乐器都没有学过。但是你上手就会。这没法解释吗？10几岁考过 F1， 哇，感受到你 F1 的价值。这才是我。我自己也是个有 F1 车证的车手，你知道，我曾经考了一所大学，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。我到今天还保留着这个录取通知书。哪儿啊？哈佛。哦。当然，我们说人无完人啊，但是如此虚伪，把说谎话当喝凉水，我就想问，这种品行的人真能干出实在的事儿吗？当然，我再次说，咱们是相信他做了很多慈善，可是到目前为止，对吧？相关的已经说了这么多了，大家每天都在说，每天都在刷，还是拿不出来一本明白账。有几种人吧，大家在生活中一定要特别留意，一种是轻言大义者，临阵必切；满口慈悲者，遇事多思；谎话连篇者，遇事必伪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啊。韩大娘们儿说她有 F1 驾照，被哈佛大学录取了，并且珍藏着这个通知书，还说她会各种乐器，从来没学过。这些呢，大家都表示质疑，但是我都深信不疑，我确确实实是深信不疑。说某一天他起早了，这个捧着一个葫芦，双手捧着一个葫芦，说自己是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影后，或者披着一个大褂，说自己是活佛在世，或者这个袒胸露背，上边弄一个乳罩，下边弄一个短裙，说自己是玛丽莲梦露在世，这我也深信。大家说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表演型人格。我上期曾经谈到他是表演型人格，而且他所说的这些，包括呢说自己呢有这个 F1 驾照，柯受良教的。就我所知，柯受良本身根本没有 F1 驾照。另外呢，他谈到他自己呢被哈佛录取了，我只知道他到目前保有的是攻读学校，他初2的时候攻读学校发给他的录取通知书。大家都知道攻读学校是怎么回事，那是对，就是上管机构啊，就是这个齐秦。他在这个年少的时候曾经进过这感化院叫什么，说这样的机构实际上呢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的一个行政处罚，类似于成年人的劳教机构，这个处罚是非常严格的。他呢就是因为有这种被行政处罚类似于成年人劳教的这样的经历，所以他给自己贴上这样的光环，说是哈佛大学录取了他。另外他说会各种乐器，会各种乐器呢就是从来没学过而会，这个呢应该说是可信的。会各种这个有点夸张，但是会几种没学过，这我见过。在我的朋友当中，我是10多岁，一个朋友乐感很好，他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一首歌别人唱过，他一听就能完整的唱下来。他当时在路灯底下，我们当时都那什么，他弄了一个小电子琴，用双手一敲，这电子琴他没玩过，然后就敲出了多瑙河之波。我就觉得我深信不疑。另外呢，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在北京电视台啊什么都出过镜，他是一个小歌手，然后他也是没有弹过钢琴，然后呢到一个大的购物中心，然后这个摆着一个钢琴，他听着人弹之后说我来试试，居然弹了一首曲子。我问他你从前弹过？他说我是第一次见到钢琴。这个呢应该说乐感好的人有很多，他们都具备这能力。如果韩红说自己就韩娘们儿说自己会几种乐器无师自通，这是可信的，另外呢他说的这一切都是他
本身这个人是有妄想症的，就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精神上有问题的人，尤其是精分的人，会出现什么？幻听、幻觉、幻视，他是有妄想的，有这种幻觉的。在处于幻觉的情况下，他感到自己获得了 F1 驾照，感到啊，或者幻视看到了哈佛大学给他寄来的录取通知书。所以我们对这个人呢，要有一定的理解，要有一定的理解。现在大家呢对他呢就是治病救人，不然的话再往下发展，就是我跟大家说的，然后抱着一个长茄子啊，出现在某公众场合，说他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，成为了影后，或者呢，这个穿着一个这个超短裙，上身呢戴着一个乳罩，说他是玛丽莲梦露在世，或者呢穿一个旗袍大褂，然后呢把头发剃光了，说他是当代的活佛。所以说呢，针对他这种不雅的言行啊，污染社会空气的这种妄念、痴心妄想的说法，我们要给予理解在哪儿呢？他是处于这种幻觉，处于这种幻视的这种妄想，这种非正常的状态。